半夜起来看女友拍的婚纱照片，却意外看到他给初恋发的几条短信：宪周，我今天是婚纱了，7年了，我始终放不下你。如果娶我的人是你该多好啊！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想想明天就是我和欣然的婚礼了，我今天晚上有点兴奋的睡不着觉，脑海中一直在过着明天婚礼的各个流程，努力思考着有没有什么遗漏的细节。拿起手机看了一眼时间，已经不早了。我掀开被子下床，去阳台抽了根烟，肚子却咕咕叫了起来。想来也是，今天一整天都忙着试婚纱，都没来得及好好吃饭。欣然正好也还没睡，我想着欣然应该也肚子饿了，我便下厨简单煮了碗面。欣然曾经说过，我煮的东西有家的味道，正是因为这一句话，我便下定了决心要跟他结婚。我想跟他有个家。看着面前的他大口大口吃着，心中满满的都是幸福感。我想起了下午他试婚纱的模样，两幅面孔都让我着迷。婚纱照应该已经发到了他的手机上，我望向他的手机，开口道：冉冉，吃慢点，我想看看你手机里的婚纱照。他将手机递给了我，我打开相册，看到照片那一瞬间，我还是止不住的惊讶，这个女人实在是太好看了。我准备关掉相册，将手机还给他时，一条短信进来了：等我，我明天就回来了。我被这条短信搞得一头雾水。我不是偷窥别人隐私的人，但是这条消息实在是太奇怪了。我抬头看了一眼欣然，他还在狼吞虎咽着。我不想怀疑什么，我始终相信欣然不会做什么出格的事情。最后我还是点进去看了，聊天页面消息并不是很多，最上面的消息是欣然的婚纱照，接着欣然还发了几句话，这几句话让我对他的信任彻底瓦解，前所未有的失望把我席卷。宪周，我今天试婚纱了，7年了，我始终放不下你。如果娶我的人是你该多好啊！我所做的一切仿佛成了巨大的笑话。跟林欣然从大学在一起到现在7年的时间，直到大学毕业的时候，毕业聚餐上，欣然喝多了，抱着我跟我说，他曾经有一个把他伤得很深的初恋，叫杨宪周。当时欣然一边抱着我，一边哭着对我说，不要像宪周一样丢下我好不好？我本来打算质问他的心，此刻被他的眼泪熄灭了。但是后来欣然再也没有跟我提起宪周，我能知道这个人还是从她闺蜜的口中听说的。按我理解的话来说，欣然跟杨宪周是青梅竹马，是两小无猜。当时的林欣然他们一家和杨宪周他们家共同住在一个职工大院里，他们从小一起长大，一起读书，一起玩耍。杨宪周比林欣然大1岁，林欣然把他当哥哥，杨宪周也确实一直保护着他。同龄人基本没怎么欺负过林欣然，因为他们知道林欣然有个超级护短的哥哥。这样的生活到了高中就变了，林欣然他们家选择了下海经商，搬离了职工大院。虽然他们2个还在同一所高中，但是因为放学之后的目的地不一样了，再加上高中的学业繁忙，2人见面的次数也变少了。在杨宪周高考前夕，杨宪周找到了林欣然。6月盛夏的傍晚，杨宪周把林欣然拉到操场的一个角落，蝉鸣在耳朵边嘶吼着，落日余晖照耀在杨宪周的脸上，散发着青春荷尔蒙的气息的他，开口对林欣然说道：冉冉，做我女朋友吧。于是他们2个在一起了，但是却只做了2天。高考完，杨宪周消失了。
后来才知道，杨宪洲他父母上班的国营厂子倒闭了，他父母下岗了。杨宪洲像是人间蒸发一般，在林欣然这里留下的痕迹，只有一个无法接通、不会回复的电话号码。林欣然吃完了一整碗面，似乎也没发现我的脸色不对。手机上显示着聊天页面，拿起手机转向了他。林欣然脸上出现了一丝慌乱，但随即很快地整理好了自己的表情。宇恒，你听我解释。他的语气平淡，听不出一丝的波动。我看着他的眼睛，曾经这一双眼睛是多令我着迷，可是现在他的眼睛会说谎了，这是误会，你别想多了。林欣然依旧非常平静地向我说道：“我们马上要结婚了，但是你也不能这样，没经过我允许就偷看我手机，不是吗？”听到这句话，我不禁更加失望了。什么时候他变成了如此倒打一耙的人，开始指责我偷看他手机，将矛头对准了我？我不禁由得发笑。首先，我要跟你声明，我的意思并不是你所看见的那个意思，你别误会。其次，你偷看我手机需要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。林欣然又说道，他这副咄咄逼人的样子，可真是符合他律师的一个身份，把我当作被告来看了一样。我收起了他吃面滴碗，洗干净之后放好，调整了一下自己的情绪，面对他，看着他那双眼睛，我们分手吧。林欣然听到了我这一句话，林欣然的身体抖动了一下，他的瞳孔迅速放大，眉毛也在这个时候拧成一起。严宇恒，你至于吗？闹什么脾气啊？他抓着我的手，声音充满了愤怒。我看了看他的手，随后我和他的眼神又对到了一起。我看出来他现在很生气，但是我不知道他是因为我说分手生气，还是因为我看他短信而生气。马上就要结婚了，你现在闹着一出是怎么回事？就因为这几句无关紧要的短信，你就要在这个时间关头上分手？你要我面子在我亲戚那边往哪放？原来现在分手，他在乎的还只是他的面子啊！我扒开他的手，坐在沙发上，面如死水般的平静。我不在乎你的面子，我只知道你想的是跟他结婚。我平静地说道，是否你林欣然是婚纱的时候，外面等着的是杨宪洲？是否你林欣然拍婚纱照的时候，你想象的面前的男人是杨宪洲？是否你婚礼上牵着你的手对你说立下结婚誓言的是杨宪洲？我越想越烦躁，也不顾他讨不讨厌我的烟味，坐在沙发上抽了一根烟。等到我这一根烟燃尽，我们双方不发一语。突然他手机亮了，正好是杨宪洲发来的消息。你睡了吗？我刚落地，对这个城市还不太熟。你别去。我按住了他正准备起身的身子。别去，今晚留下。但是林欣然却不满地看着我，他对这个城市不熟悉，我给他安排好我就回来。随后他说完，撇开我的手，随即出门了，好像是心里最后一丝希望被他亲手打碎了。我坐在沙发上，看着他离去时关上的门，静静发着呆。我突然觉得这个房子变得好大，面前的烟灰缸塞满了烟头，他也还没有回来。阳光透过窗帘洒了进来，他还是没有回来。而他的朋友圈却更新了一条内容，看背景好像在一个烧烤摊，林欣然靠在一个我没见过的男人肩头。原来他就是杨宪洲啊！透过照片都能让我感觉到成熟男人所散发出的魅力。相比之下，颓废了一整晚的我，像是阴沟里的老鼠。我知道这里没有我存在的位置了。我收拾好自己的东西，要离开了。下午他回来的时候，正好碰到拿着行李准备出门的我。他顿时怒了，冲着我喊：“严宇恒，你到底闹哪出啊？到底闹够了没呀？”
他情绪渐渐地崩溃了。我看着他失控的样子，心里一阵唏嘘。我们在一起这么久，我还没见过他这种状态。大4那年，保研的我在那段时间里是最惬意的时候，没有课要上，也没有工作的压力，在学校里面也经常是打打球，运动。有一次，我在学校的羽毛球馆遇到了林欣然，他那青春洋溢的体态打破了我尘封已久的心。我主动上前要了联系方式，并处心积虑地跟他碰面。一来二去，我和他渐渐熟络，但是我看得出来，他的内心似乎有一层纱，把自己保护起来的纱。终于有一次，我和他一起打羽毛球的时候，他不小心崴了脚，我着急地把他抱起来，放在球馆的座位上，跑着去药店给他买药。回来的时候，我跑出了一身的汗，也不顾自己擦汗，给他上药。我蹲着给他抹完了药，抬头对上了他的眼神，他的眼神是多么清澈呀！后来他开口了：“宇恒，你觉得我们可以试一试吗？”那一刻，我的世界变得五彩斑斓了。林欣然抓着我的手又收紧了，思绪收回。明明都是同一个人，但是眼神却变了。如果我们结婚了，那杨宪洲怎么办呢？我对他说道。他抓着我手放开了，眼神也变得空洞了起来。我们先冷静一下吧，杨宪洲的事情我会给你一个交代的，他说。我准备拉着我的行李箱走，听到着，我停下了，回头，没什么好交代的了，祝你和杨宪洲幸福。我说完，转头就走了，不再回头。我想给自己放个假，毕竟从小严变成了严总，这几年时间都没有好好休息过。我回到了自己家中，一身轻松地躺在床上，正在想接下来该干点什么。我的手机突然响了，是一个未知号码。我犹豫了一下，便接了起来。喂，请问是严宇恒吗？电话那头传来一个带有磁性的男性声音，很是熟悉，忘了在哪听过。请问你是？我礼貌地应答着。杨宪洲，相信你应该听过这个名字。我想起来了，是昨天我从林欣然手机听到的声音。你没什么事情找我吧？毕竟我们不熟。我并不打算用好口气跟他沟通。明天下午，冉冉住的楼下那家咖啡厅，我们聊聊吧，关于冉冉的。他说完便挂了电话，不给我反应的时间。他像是来给我下马威的，这是我的第一反应。对于他的邀约，我并不是很想去，但是想了一想，反正我和林欣然已经分手了，也没什么见不得的了。第二天下午，我如约而至。其实冉冉会选择你，并不奇怪，毕竟你身上有太多我的影子。面前这位是很能给同性压力的一位男性，但是好在这么多年风风雨雨，我见过的人并不少，起码不会因为这个而怯场。影子，别开玩笑了，你只是存在他的回忆里罢了。对于他的尖酸刻薄，我也不做任何的容忍。摆在他面前的咖啡是他特意要的手冲，咖啡的香味充斥着我的鼻腔，热气氤氲着我面前的视线，将我对面的男人更难以看清了。我捉摸不透他此次特地把我约出来的目的，是专门到我面前耀武扬威的，还是想把我彻底从林欣然的身边赶走？我不得而知，水来土掩吧。你应该知道，冉冉心里一直爱的都是我吧？他抿了一口咖啡，然后眼神直直地盯着我。抱歉，我还真不知道，毕竟我跟他在一起的时候，你的名字一次也没出现过。我说完这句话，他的脸色变了，有点不可置信，也有点愤怒了起来。不管你是不是在给自己找面子也好，反正我很确定，冉冉心里一直爱的是我。你最好趁早离开吧，免得让你自己难堪。杨宪洲向我挑了一下眉，甚是挑衅。我的影子啊，感谢你这几年替我保护好冉冉，
现在你的使命已经结束了，现在离场，对我们3个人都好。杨宪周后面又补上了这句话，我的忍耐被他拉扯到了极限。你给我听着，你对他来说只是存在回忆里一个不起眼的角落罢了。你什么身份，能在这里这样子跟我说话的？我真的愤怒了。说完这句话，起身要走。严宇恒，你还没闹够吗？昨天闹了一次，今天还跑到宪周这里闹。我刚一起身，就听到了林欣冉的声音，我开始有些头疼了。冉冉，没事的，他只是表达了对我的不满罢了。毕竟是个男人，面对这种情况，多少会有点情绪在里面的。我没事的。我没想到的是，杨宪周居然在林欣冉面前如此的颠倒黑白。我印证了自己的想法，他就是想把我从林欣冉身边赶走的。好有心机呀，严宇恒，他只是我小时候的一个哥哥而已，你没必要对他有这么大的敌意。我们都要结婚了，别闹了行不行？林欣冉的声音再次出现在我的耳边，我的头更疼了。什么时候以逻辑缜密著称的他会搞不清楚眼前的情况？我想起了大学期间他参加的辩论赛上，他意气风发的样子，我此刻像极了他当时的对手，被他说得哑口无言。我抬起眼看了看他，好像当时大学时候的滤镜加得太深了。此刻在我眼里的他失去了滤镜，变成了黑白模样。我沉默不语，拿起了我的东西，向门外走去。我回到了我的房子，想起了当时为这套房子打拼的点点滴滴。本是朝气蓬勃的年纪，却被现实鞭打了一次又一次。当我的人生赚到了第1桶金的时候，我购置了现在的这一套房产，这是我发家的起点，也是我心灵的港湾。我还记得我把这套房子的房产证拿到林欣冉面前的时候，他是有多高兴啊！我们在这里办了一次乔迁之宴，只有我和他2个人，却过得十分的尽兴。现在我像是老鼠，被人撵回到了这里。没事的，只是一个女人罢了。我心里这么安慰自己。是啊，一个女人陪伴了我7年的时间，陪我走过了人生最珍贵的7年。说难过吗？其实也有，但是更多的是不舍吧。我曾经想过和他未来的点点滴滴，却没想过是以他的背叛而草草收尾。整理好心情，重新开始吧。我想着，我在房子里连着打了几天的游戏，这是我之前想都不敢想的生活。吃喝全靠外卖，睁眼就是玩，起码是大4下半年以来过得最开心的一段时间了。这么过了一段时间，我的体型开始超标了，头发胡乱生长着，胡子拉碴，和之前阳光成熟的形象大相径庭。我看着镜子里的自己，顿时呆住了。哪来的野人进我家了？这是我的第一反应，不能再颓废下去了，该给自己找点事情做了。去找几个从前的好友，跟他们聊聊最近，再寻回之前的球友，锻炼锻炼身体，将头发理了，胡子剃了。从现在开始不吃外卖，自己做点干净的饮食，该注意注意自己的体型，该健身健身，别整天窝在房间里，别当监狱里的犯人。分手了几个月后，我的生活终于重回了正轨，除了工作就是运动，每天过得十分的规律，好像没有林欣冉，我活得更有滋有味了。宇恒，今天总该出来打一次球了吧？我的球友又一次约我打球，前面搁了好几次，正好今天工作结束了，便应了约。不错呀，什么时候偷偷练了？感觉比大学打的还要好了。江上晨，我的大学好友兼我最好的球友，你也不看看你现在都胖成什么样子了？我打趣道。没办法呀，生活所迫，又不像你大老板一个。我笑了一下，放下了手中的球拍，头转向旁边，准备拿瓶水喝。宇恒，你看
那个是不是我们大学同学呀？江上晨拍了拍我，向我示意隔壁球场。我转头看了一眼，只见一位女性头戴着运动帽，穿着粉色紧身上衣，下面是一条黑色的运动短裤，身材体态俨然是常年运动的身材。当她转头，我和她眼神对上的时候，宇恒，你怎么在这？我想起来了，骆一涵，我的大学同学，也曾经是我大学体育课羽毛球的双打搭档。我也没想到会在这个球馆遇到他。想想上次和他一起打球的时候，还是大3的校级羽毛球赛，他曾经是我最好的双打搭档。但是我和林欣冉在一起之后，很少有机会和他一起打球了。我为了顾及林欣冉的情绪，很少再跟其他女生接触。之后我和骆一涵就很少联系了。刚来吗？怎么样？我们俩 PK 一下，看看你的球技有没有退步。我笑着对他说道，可能是见到老友了，心情好了许多。好啊，我可是先跟你说，我这几年可是有在保持锻炼的，小心你被我打得找不着北。骆一涵很快地回应了我，几局下来，我被他打得落荒而逃，他的调动似乎比以前更加厉害了。杀球的速度也不是现在的我能够接的了的，我的腿像是灌了铅一样，很多球被打得定在了原地，不打了，不打了，打不过你，我向他投降了。怎么回事啊，严队长？几年不见，变得这么菜了呀？他越过了网向我走了过来，手上给我递了瓶大学时期我常喝的运动饮料。严队长，既熟悉又陌生的称呼啊，我自嘲道。我还曾经是我们学院的羽毛球队队长，经常带着我的队员们一起训练。骆一涵要是不提，我都快忘了我还有这层身份。那可是严队长为了谈恋爱，球队都不带训练了，害得我带着大家训练，累死了。骆一涵朝我抱怨着。听到他的话，我有点惭愧了，连忙认错。好，我的错，我的错。等等，请你吃饭，向你赔罪，就等你这句话了。听说成了大老板了，要好好宰你一顿。骆一涵眼角弯弯，眉眼比起大学时候更加动人了。随便你宰，想吃什么就吃什么，先去换身干净衣服，等等门口等你。骆一涵最后还是选了一家我们大学旁边的餐厅，这是我大学期间常来的一家，也经常把球队带过来聚餐。他们家的炒菜可谓一绝，没想到老板还认得我，寒暄了几句，偷偷地跟我说了几句话。新女朋友啊？不是，只是之前的大学同学。我汗颜。骆一涵不知道是热的还是听到了我和老板的聊天，脸色红了起来。我们点完菜，挑了一个角落坐着，面面相觑，不知道从哪里开口。最近在忙什么呢？最后还是我开口打破了僵局。没忙什么，大学毕业之后考了个编制，就干到现在了。还好我工作不忙，还有时间打球，不像你大老板天天忙着赚钱，球都不打了。我苦笑了一下，以前拼命赚钱是想着不让林欣冉跟着我过苦日子，现在不说大富大贵，也算是财富自由了。林欣冉却不见了，没办法，生活所迫嘛。我悻悻地回答道：你对象呢？怎么没跟你出来打球？我记得他也是会打的吧？前一段时间分手了，不合适。对不起哦，不小心戳到你痛处了。骆一涵摆了抱歉的手势。那你呢？有对象了吗？现在？我反问道。没呢，家里逼着相亲呢，但是都没看得上的，是你眼光太高。现在市面上的好男人可不流通，你要抓紧喽。我话刚说完，菜上齐了。骆一涵没接着我的话往下说，一口接着一口吃着饭，味道没变，太好吃了。骆一涵嘴里还在咀嚼，还不忘嘟囔着：我觉得严队长你就很好啊，要不咱俩试试？骆一涵突然冒出来这句话，
我被他说的有些失了神，觉得他在开玩笑。我开个玩笑而已啦。骆一涵说完，便继续吃着。我笑了一下，并没有把他的话当真。我抬头看了看店内，装修依旧没变。我还记得之前球队聚餐的位置，我也记得我和林欣冉一起来的时候坐的位置。多少年过去了，早就物是人非了。但是好巧不巧的是，林欣冉居然带着杨宪洲也来了。幸好我们坐的是角落，并没有发现我们。我只想着赶紧买单走人，最好是别跟他们碰面。冉冉，我说想吃你最喜欢的餐厅，但是怎么会是这种大排档啊？我买完单正准备走的时候，却听到了杨宪洲嫌弃的声音：这家就是我最喜欢的餐厅啊，我好久没来吃了。宇恒，你怎么也过来了？我有些无奈，还是被看到了。我来不来吃和你有什么关系吗？面对林欣冉，我没什么好脸色对他。严宇恒，你什么态度啊？好好跟冉冉说话。杨宪洲又在旁边多嘴了。严宇恒，你真行啊，我们还没分手，你就带着其他女人一起吃饭了。林欣冉指着骆一涵，你就是因为这个狐狸精要跟我分手？林欣冉，你给我好好说话。我们早在你去接杨宪洲那天就分手了，他也不是什么狐狸精。我看着他，想不到林欣冉会变成现在这样无理取闹的样子。不是我说，严宇恒，出轨就出轨了，承认错误有这么难吗？杨宪洲在旁边阴阳怪气，不是你又是谁呀？这里轮得到你说话吗？不会说话就别说，你看看你那副样子，真是恶心。骆一涵反击，杨宪洲脸色变得难看了，张了张嘴，却是什么都没说。宇恒，我们走。骆一涵拉着我的手，径直走出了餐厅。走在路上，我和骆一涵许久都没有出声，默契的无声的走着。最后还是我先开口，打破了沉默。杨宪洲，也就是那个男的，是他发小，从小一起长大的那种。我跟他讲述了我和林欣冉分手的来龙去脉。骆一涵也沉默地听着。我们走到了一处江边，江面上吹来属于深秋温度的风。我紧了紧领口，等着骆一涵的回答。等我讲完了好久，他才开口说了第一句话：如果你那个前女友真的跟那个男的没什么关系了呢？你会后悔吗？我思考了片刻，思维又沉浸在了我和林欣冉的记忆之中。这条江，我和林欣冉大学期间曾经多次散步到这里，记忆中这里总是很冷的，他的手很冰，我也总是会把他的手塞到我的口袋里，在口袋里紧紧相握。我和他经常会坐在江边，两个人蜷成一团，互相取暖。但是现在能给他温暖的那个人已经不是我了。不会的，自从那天他决定去找杨宪洲的时候，对我来说，这段感情就已经死了。在寒风中，我点燃了一根烟，吸了一口之后，给骆一涵的回答：分手之后，我想了挺多的。跟林欣冉在一起之后，我放弃了许多。现在想想，还挺不值的。我又补充道：是啊，自从你有了女朋友之后，我都不敢再找你打球了。骆一涵又开始调侃我了。在大学的时候，我和骆一涵的组合可谓是战无不胜。我们曾经联手拿了许多的冠军，在球场上的默契程度已经达到了一个眼神就能让对方会意。是啊，所以我想找回自己，做一个不被束缚的人。好啊，那我下次找你约球，可不能爽约了哦。骆一涵又展现出他那标志性的月牙眉眼，看他开心的样子，我也不忍心拒绝他。没问题，只要你有空。我随叫随到，他看起来好像更开心了，像是完成了什么目标。从此刻我也觉得我的生活终于有了一些盼头。谢谢你，我轻声说道。后来的每周，
我都会抽出时间跟骆奕涵去打球，好像跟他打球已经成了习惯了。我也慢慢找回大学时期的状态，我们之间的配合也越来越好。这段时间感觉好像重返大学生活了。我已经很久没有去想林欣冉和杨宪洲的事情，只是偶尔公司楼下的保安会帮别人转交给我一些东西，有时候是我喜欢吃的甜品，有时候是我常喝的咖啡。我很清楚是谁送的，每次一送来，我就转送给我的同事，毕竟不能浪费粮食。今天周五，骆奕涵在我公司楼下等我，我们约好了去一家新开的餐厅吃饭。我开着车出来的时候，发现骆奕涵居然在跟人吵架。我急忙上去分开二人，让骆奕涵去车上等我。请你以后不要再来找我了，我有自己的新生活了。我平静地对着林欣冉说道：宇恒，我们不要这样了好不好？我跟他真的不是你想的那样的。林欣冉好像是快哭了的样子，我看他这副样子，心里不禁想笑。宇恒，我已经习惯了你在的日子，没有你，我都感觉生活少了点什么。这一段时间我才感觉到，我是已经把你当作家人一般的存在了。不要这样了好不好？我们复合吧。我看他楚楚可怜的样子，要是换做之前的我，可能还真给他骗了。但是现在不会了，我不会重蹈以前的覆辙。我拿出手机，打开了一张照片，递给他看。画面里是他衣衫不整地躺在酒店床上，露出大片的雪白。你说你跟杨宪洲没发生过什么，你觉得我信吗？别再来找我了，我看你越来越觉得恶心了。丢下了这句话，我转头回到了车上。后视镜里依稀地看到林欣冉瘫坐在地上，掩面痛哭。大半年时间过去了，距离我和林欣冉分手已经1年多了，我也很久没有再听到她的消息。也好，耳根子清净。某天，我和骆奕涵打完球，在外面散散步，却发现了一个熟悉的背影，是杨宪洲。骆奕涵也看到了他，随即便说自己去买瓶水。我眉眼温柔地看着她的背影，多好的一个女孩呀！杨宪洲转头也看到了我，她的变化很大，现在的她看不到之前的精英形象半点影子，整个人十分的消瘦，眼窝凹陷，黑眼圈很深，手里夹着烟，身上的衣服也皱得不成样子。看到我走上前来，向我分了根烟，档次很低的那种。聊聊吧，他开口了。我接过他的烟，点了起来。林欣冉出国了，你知道吗？杨宪洲的声音非常沙哑，像是烟抽多了的样子。我不知道，我已经很久没听到他的消息了。我回答道。为什么？为什么他要这样对我呀？明明我才是他心中爱的那个，为什么要这样对我呀？他看起来有些癫狂了，但是我并不知道他们之间发生了什么。你先冷静点，到底发生了什么？你还记不记得那天他去你公司找你那天，我跟他吵了一架，很凶。我从没见过他用那种态度对我，我一直觉得他应该爱的是我，要不然我刚回来的那天，他也不会跟我。停，我不想听你说这些，有事说事，不然我走了。我有点不耐烦了。那天他回来之后，一句话也没跟我说。我也因为他跟我吵架的原因，选择跟他冷战。没想到第二天我醒来的时候，他消失了，一点痕迹也没有留下。我开始慌了，给他发消息，没想到被拉黑了，电话也打不通。他就是一瞬间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，我根本找不到他。什么方法我都想过了，就是找不到。就在前一段时间，他给我发来短信，他已经结婚了。凭什么呀？他难道不是喜欢我的吗？为什么又跟其他男人结婚？我看着他身形渐渐矮了下去，杂乱的长发已经盖住了他的眼睛，
整个人看起来非常的阴翳。我转身走了。破坏别人感情的人，不配有好下场。秋天，我和骆奕涵终于修得了正果，办了一场风光的婚礼。他穿着婚纱走出来的那一刻，全世界的聚焦于他，我看得出神了。等牵起他的手，双唇触碰到一起的一瞬间，我明白他是属于我的了。那天婚礼喝了太多，到最后都不知道怎么回去的。早上醒来的时候，他已经给我做好了早餐，给我泡了壶热茶。看着他围着围裙的模样，这才是家庭的感觉，这才是婚姻该有的样子。我也是值得拥有幸福的。等到了后来，我才知道，这个笨蛋原来大学的时候就喜欢我了。关系太熟了，反而不好开口。从我们第一次打比赛，因为他的失误而失利，我没有责怪他，反而安慰他下次继续努力的时候，从此种下了种子。在看到当时的我明明实力很强，却比其他队员训练得更加努力，像极了他心目中作为学长的样子。他的玛丽苏剧情开始了。可惜的是，我很快就遇到了林欣冉，他为了避嫌，主动跟我断了联系。但是也总是忍不住关注我的消息。他的信息来源头子就是江上晨，我的大学好友。那次球馆偶遇也是骆奕涵主导的。他说我就是他从大学开始的偶像，他走的每一步都是为了追赶我，离我更近一点。让他从自卑到自信的人是我，让他从弱小变强大的人也是我，照亮他青春期的人还是我。他还说他的美梦成真了，我的事业蒸蒸日上，骆奕涵的肚子也争气地给出了反应，似乎一切都朝着好的方向前进。今天接到了一个陌生来电，本来想去接的，但是鬼使神差地按下了接通。宇恒，你还好吗？电话那头的声音，林欣冉，我还不错，公司干得好，老婆也怀孕了，爸妈身体十分的健康。那就好。我想说的是，我的意思是想见见你，可以吗？他的声音似乎非常虚弱。为什么？我以什么理由、什么身份去见你？我怕我老婆不开心，不是很想去。我的回答依旧平静。我得艾滋了，医生说我的时间不长了。我沉默了，没想到在听到他的消息竟是如此。可以吗，宇恒？我真的很想再见你一面。当初是我错了，如果我不去接他的话，我们会不会打住，没那么如果。我还想说，如果当初没去球馆打球，没认识你就好了。宇恒，我真的很想再见你一面。他啜泣且虚弱的声音让我听得有点不舒服了。林欣冉，你现在知道了，后悔了。当初你乱搞的时候，就没想过今天。你如果能多想想我的感受，你也不至于今天这种情况了。不是我不见你，是我怕我老婆有情绪，毕竟有了身孕，她的事在我这里就是天大的事。好了，我要忙了，挂了。说完挂断电话，我情绪有点复杂，不知道这算是老天开了眼，还是造化弄人呢？直到最后，我也没有去看他，连一个消息我都没有发。骆奕涵生了，是一位小姑娘，我开心得不得了。比起儿子，我更是喜欢女儿，毕竟是我的小棉袄。护士抱出来的那一刻，我有些手足无措。我很想帮忙，但是我害怕帮到忙。爸爸这个身份在这一瞬间降临在我身上，我既开心，但是又害怕。我毕竟也是第一次当爸爸。走进病房里，看着刚生完孩子的骆奕涵，看着他虚弱的样子，我满是不忍。老婆，你辛苦了，我会永远爱你。我在他的耳边轻轻地说道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。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。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